他第一回就敢脱下内衣，勇敢地走进客户的私房。为了赚够解身的银两，他把客人的酒杯一个接一个地干完，直喝到自己昏头转向，跑去洗手间呕吐。那一天，他终于凑够了赎身的钱，毫不犹豫，他把钱扔到老板桌上，拿回了自己的合同和护照。然而，老板那时候还想着要在他身上占点小便宜。美丽为了离开这里，只得假装同意。就在老板要得逞的那一刻，歌厅里突然起火了。美丽抓住机会，迅速逃出了现场。可恶的老板却不想就此罢休，美丽拼了命地跑，她渴望摆脱这种生活。就在快要被追上的时候，美丽在最后关头钻进了地铁。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也就此结束。但回到国内的她却觉得一切都变得陌生起来。她的户口还挂在日本，美丽得赶紧找个工作，不然就得面临被驱逐的命运。没身份、没钱的她，打算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。她拉着行李来到了一家破旧旅馆，却不小心被撞了一身泡面。美丽摘下帽子的那一刻，那男人被她的美貌深深吸引，可那直勾勾的目光让美丽感到反感，因为她心里认为这世上的男人都一个德行。面对男人的帮助提议，美丽满是不屑地直接走了。哪知那男人其实是国内的大财团的继承人。美丽依旧不屑地找工作，可她没背景也没文凭，找份体面工作真的很难。第二天，她去了一家高档餐馆面试，面试官却当场选了旁边的2个女士，而没经验的美丽只得到了冷眼。正当她失望地准备离开，面试官却突然叫住了她，她急忙关上门，还反锁了起来。那老男人上下打量着美丽的身材，声称她在国内既无家人，又没有文凭，没工作签证，那就是非法滞留啊。男人说丢了自尊也得活下去，他口口声声说能帮她找到工作，可美丽已经对那种日子恶心透了。她心里发誓绝不再回头。美丽拼命挣扎，摆脱了男人的控制。男人气急败坏，想要对美丽动粗，谁知美丽反手就把他按在了桌子上。外头的保安听见动静冲了进来，那男人一见这势头就开始编排美丽。他污蔑美丽，说她为了工作不择手段，说美丽想用美色来勾引他。美丽听着男人那一套，气得不轻，她的怒火再次被点燃。在拉扯中，保安竟然把美丽推倒了。忍受了这屈辱，美丽决定马上离开。她躲进厕所痛哭失声，她发誓再也不过那种日子，不再过那脏兮兮的生活。连续的打击让美丽精疲力尽。正在这时，外面下起了大雨，心情低落的美丽沉浸在自己的悲伤里。她的美貌带来了这些不幸，运气被透了，她不小心被车撞了。车上的男人下来看看情况，美丽却一把把他推开。此刻的美丽觉得这世上的男人都一样，她用日语骂了那男人几句，谁知这几句话竟然改变了她的命运。那男人是家酒店的总经理，他正急着要找一个会日语的女士来接待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。美丽以为这男人又是个贪图她美色的混蛋，直接拒绝了他的请求。经过男人一番真诚的邀请，美丽最后还是跟他去了公司。那公司的墙上挂满了荣誉勋章，美丽慢慢开始相信这个男人了。可那男人说就在公司干几天兼职。美丽一听兴趣全无，她把自己的遭遇全告诉了那男人，急着找工作也是为了签证能留下。看着男人束手无策的样子，美丽表示她理解他，毕竟俩人也就是匆匆一面，即便我是东大出身的，也不见得他会伸出援手。美丽那不经意说出的一番话竟引起了他的注意。男人说凭你东大的学历，绝对能为你在公司申请个位置。哪知道这全是美丽即兴编的。就在公司里头正讨论要不要录用美丽的时候，正好中村会长已经到酒店门口了。本打算明天来的他突然提前到了，一切都那么急迫，李氏明勋只能赶紧让美丽去招待会长。会长听着美丽那地道的日本家乡话特别满意，美丽因此获得了酒店高层的认可。但到了填写入职资料这一关，美丽又陷入了进退两难，因为她谎称自己东大毕业，现在得把证书交给人事才能正式入职。没有证书的美丽为了赶紧搞到文凭，在街上四处打听消息，最后在个小角落的地下室找到了黑作坊。可人家说的要一份正儿八经的毕业证才能仿造，这下美丽真是两难啊。她满心烦恼回到酒店，却在楼下碰见了她最不想见的人，从日本追来的老板山武，正拿着他的照片到处找。美丽担心被山武发现，默默地找地方躲起来，直到山武走后她才敢露面。这时她上司明勋因为母亲生病住院，她紧紧握着母亲的手，守在病床前，结果错过了妻子的个人演奏会。他妻子可是大老板的掌上明珠，妻子气急败坏冲到酒店大吵大闹。美丽一看紧想去劝架，谁知道却被那女人一推摔倒了，手还按在了碎花瓶上。明勋听到消息赶过来，一把拉着妻子出了酒店。回家后妻子就提出离婚，还威胁要让明勋一无所有。可这次明勋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，这下妻子真是大吃一惊。明勋一直被认为是冲着他家财产去的，谁知他离婚的决定来得这么爽快。第二天，美丽收到人事部的通知，说如果明天她不把毕业证拿到公司，她的签证就无法续签了，那她就得面对被送回国的局面。还好明勋及时给美丽写了求情信，
成功帮他争取到了几天准备材料的时间。那绝美的容颜让美丽很快就受到了公司高层的青睐，可惜因为没有学历，他的入职手续始终搁置。正当他因此苦恼时，中村会长那边又出了状况。服务员在打扫会长房间时，竟然私用了他的卫生间，这让会长非常不满。他还抱怨美丽作为服务人员经常不在岗。明勋听了这事，直接去了房间亲自整理残局。这一幕恰巧被中村看到了，他对明勋的做法很是赞赏，决定原谅他们的小过失，并且同意续签与酒店的合作合同。尽管问题解决了，但是明勋对美丽的工作态度还是很不满，直接命令停止了美丽的岗位。随后市长把这决定告诉了美丽，美丽对此感到非常不满，她不愿意为别人的错误承担后果。市长却告诉她别太往心里去，反正她被遣返的日子也快到了。美丽内心很伤心，她不甘心就这么回去。正当她因为拿不到文凭焦虑时，偶然在公司楼下遇到了她在孤儿院的旧日伙伴喜珠。喜珠天真热情，带美丽去了她的家。看到喜珠那么宽敞又温暖的公寓，美丽心里五味杂陈。想到曾经原本是喜珠要被领养的，为了保护喜珠，美丽赶紧把她藏了起来。结果自己被院长代替喜珠送到了日本，却换来的是被养父卖去歌厅还债的命运。而喜珠却被一对好心人领养，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。这时候豪爽的喜珠不小心把杯子打翻了，脚也被碎片扎伤了。美丽急忙去找创可贴，意外的找到了那份让她头疼的东京大学的毕业证书。这回她的假文凭终于有落脚的地方了。等喜珠睡熟了以后，她悄悄地拿走了证书，连夜去了那个制假的黑作坊，然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旅馆。正好遇上一直惦记着她的智贤走过来搭讪，他说自己快要搬走了，想跟他留个联系方式，可美丽根本不想搭理他。智贤急忙拉住他说，他也是在日本长大的，这次回国是为了接手父亲的公司。美丽却觉得他又是个贪恋他美色的臭男人，嘲笑智贤搭讪的老套手法。他并不知道，在他眼里平凡的这个穷小子在国内是个真真正正的财阀继承人。他从小就有超强的商业头脑，年轻有为的智贤即将成为酒店的新东家，也就是明勋的接班人。这让后来的美丽后悔不已。第二天，美丽准备去公司报到时，发现自己竟然在裁员名单上。对此，她感到非常愤怒，气冲冲的去了办公室找明勋理论，质问他招他来之后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。明勋解释说，当初招他是因为看到他身上的坚强和毅力，但他后来工作表现却非常差。明勋的每一句话都击中了美丽的心。美丽委屈的说，她以为找到了可以依靠的人，没想到自己想太多了。但明勋并未因此改变态度，直截了当的指出他上次没有做好客房记录，也没有和员工对接清洁房间，这足以说明他的心根本没融入到酒店这个大家庭。明勋的话让他心里五味杂陈，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没有把心留在这家酒店。美丽气得跑到天台吹风，谁知道偶然听到了同事们的聊天，原来是有个大咖日本首相带女儿来，结果首相的女儿一优不知怎么就丢了。要是这事儿闹大了，我们这酒店可就要关门大吉了。明勋理事现在也是麻烦大了，被会长骂得狗血喷头。会长还说，谁要是能找回首相女儿，那待遇啥的都好说。这可真是给美丽立功赎罪的好机会。他就用点小手段，去秘书那儿套一优的消息，不一会儿就有了一些线索，然后又找人帮忙，通过手机定位锁定了一优的区域。美丽二话不说就冲过去了，她手里拿着一优的照片，挨家挨户问，连路上的行人她也不放过，一个个问。最后在一个演唱会现场，美丽终于看到了一优。晚上，美丽一路尾随，终于知道了一优住的酒店。同时明勋发现美丽不在公司了，以为她辞职了，心里有点失落。哪知道美丽正在想方设法立功呢。美丽敲开了一优的房门，结果门都没开给她。后来她从服务员那儿听说，一优是因为父亲不同意她的同性恋，才会离家出走。美丽心里一动，她就假装跟一优有同样的遭遇，说她也是因为性取向问题得不到家人理解，一直生活在痛苦和挣扎中。美丽的话让一优感同身受，他们俩谈心的场面被躲在一边的明勋听得清清楚楚。第二天，一优按计划参加了记者会，事情解决后，他感激的给了美丽一个大大的拥抱。事后，会长还特意请美丽吃饭，感谢她帮公司渡过难关。随后，老会长又说出了一个让美丽感到震惊的消息，说明勋不久后就要成为酒店的新会长。美丽不自觉地深深看了他一眼，那一刻，她的心早飞出了这场晚宴，在想能不能把明勋搞定，是不是就能摆脱现在这糟糕的生活。吃完饭，美丽紧跟着明勋走出了餐厅，正好撞见了也在这儿的智贤。两人一路上回去，美丽就开始对明勋频频示好，可明勋看起来满脑子都是心事。就在美丽要下车的时候，明勋严肃地问她，在酒店里跟一优说的是不是真的，这才弄明白他为啥一脸阴沉。美丽就说那都是他编的谎话，因为自己不甘心放弃这份工作，不得已才会撒谎去换取一优的同情和信任。明勋听了也松了口气，心里对美丽的印象似乎也好了些。美丽趁机邀请他
明天晚上一起吃晚饭。明勋爽快地答应了。这时候天空突然下起了雨，明勋想下车送美丽，但他怕她淋雨就拒绝了。他蹲下脱掉鞋子，小跑着躲进了屋檐下，临走还俏皮地挥手跟明勋说再见。这一刻，明勋心里泛起了涟漪。明勋开车走后，美丽也放下了伪装。第二天，他去商场挑了几件好看的衣服，将自己精心打扮了一番，准备漂漂亮亮的晚上跟明勋见面。晚上回家时，忽然听到熟悉的声音，回头一看，是以前的老板山武。他也看到了美丽，美丽只好拼命跑，想摆脱山武。正好智贤赶到，毫不知情的他也跟着美丽一起跑，两人一言不合就跑进了地铁，又一次甩掉了山武。美丽吓得半死，回想起那些不堪的过去，那种地狱般的日子，让她后背发凉。等情绪平复后，智贤提出要送她回家，不知道对方是谁的真面目。美丽急着要和他划清界限，固执的再一次拒绝了智贤的好意。她独自带着行李站在站台等公交，智贤却在不远处偷偷守护，确定他安全上车后，他才默默离开，不敢回到自己的家。美丽最后只好去找他的好朋友喜珠，正好在门口碰见正要上楼的智贤和刚处理完事的喜珠，几个人这才发现原来大家都认识。智贤看起来特别开心，他觉得这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吧。喜珠对美丽说，智贤就住在楼上，他人挺好的，可能以前做过销售。美丽却更加看不起智贤了，毕竟和即将成为会长的明勋比，智贤显然是不在一个层次上的。喜珠接着向美丽倾诉自己的苦水，说他的毕业证被人偷去伪造了，结果自己无辜被警察带走审问了好久。听到这些，美丽吓得脸色都变了。第二天，公司里因为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，为了不让公司的声誉遭受外界的质疑，明勋赶紧制止了内部调查，不让查员工的学历背景，这让刚刚安定下来的美丽又开始感到不安了。女人为了晋升社会阶层，把所有积蓄都花光，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准备晚上用自己的魅力把即将成为会长的明勋搞定。她可不知道，那个她眼中的穷小子智贤其实是真正的财阀继承人。先是去了疗养院，陪明勋探望他的妈妈，和老人家聊天，还贴心的帮忙擦身，这让明勋心里对美丽的好感大增。后来美丽又把床单全换了，和大叔一起去天台洗，他们俩在天台就像是情侣一样。晚上，明勋看着车上睡着的美丽，回想起和她的点点滴滴，而这时的美丽其实早就醒着。从知道明勋要成为会长的那刻起，她就开始找机会接近他。当时机成熟时，她慢慢的从背后抱住了明勋。明勋那时还有点不自在，他因为自己离过婚感到有点羞愧。美丽却温柔地说，如果真喜欢一个人，那些过去的事情都不重要，眼前这个既有天使面容又温柔体贴的女孩完全俘获了明勋的心。接下来明勋自然而然的把美丽带回了他的家，他们确认了彼此的感情。激情之后，两人在房间里畅谈人生，看着明勋住着这套300平米的海景大洋房，安全感一直缺失的美丽心里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。隔天，智贤的集团宣布收购了明勋工作的酒店。同事们的闲聊中，美丽无意中听到了酒店正在招聘形象大使的消息。她听后沉思良久，然后约明勋到公司的天台见面。她说她看不下去他忙碌的样子，而自己却帮不上忙，连酒店要拍宣传片的消息都不知道。她也想成为公司的有用之才，分担明勋的压力，觉得自己现在不配他。明勋听了之后非常心疼。在宣传视频的模特选拔大会上，他力荐公司内部的张美丽小姐。身为财阀2世的智贤看到美丽的照片也非常认可，在两人的推荐下，美丽成了酒店的形象大使。之后的日子里，她和明勋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，让明勋想起了初恋的感觉。明勋还特制了一套礼服，准备带美丽去参加股东大会。美丽知道后非常感动，因为自己从小到大从未有人如此关心照顾过她。开心的美丽准备出门去宴会，却又遇到了那个她眼中的穷小子智贤。她没有理他，转身就往宴会赶。身穿红色礼服的她，宴会上她无疑是最吸引人的焦点。明勋领着美丽向大家揭晓了收购的大新闻，介绍了那对在背后操控集团的大佬夫妇。没想到就是智贤他亲妈和继妈。看着美丽紧张的模样，明勋体贴地递给她一块手帕，然后打算带她去见今晚最受瞩目的宾客，就是酒店的大金主，还是那个要收购他们酒店的后继者。美丽惊讶地望向明勋提到的那位，居然是那个经常糟蹋拒绝的穷小子智贤。明勋简单介绍了一番后，他终于意识到智贤才是那个真正的财阀接班人，也是要买下他们酒店的那个人。这下美丽心里波涛汹涌，又产生了另外一个想法。为了智贤不知道她和明勋的那点事，美丽匆忙地逃离了现场。明勋本来还打算介绍智贤给她，美丽急忙找借口说自己感觉不太好，要先走了。她觉得是时候好好想想自己的未来了。后来她在网上搜了搜关于智贤集团的信息，惊讶地发现在全球有236家产业遍布136个国家，这让美丽彻底震惊。她回忆起智贤以前的话，原来都是千真万确。第二天上班的路上，她看到门口那辆熟悉的摩托车，这不就是智贤的座驾吗？
美丽心生一计，使劲一把把摩托车推倒，这样他就有借口联系他了。智贤很快就接到了安保的电话，智贤得知是美丽搞的鬼，竟然一点也不生气，反而兴奋地叫他一起去修车。美丽也乐呵呵地答应了。到了公司，明勋叫美丽上天台，邀请她下班后去疗养院探望母亲。美丽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她的手机响了，原来是智贤打来的。美丽找了个理由，匆匆挂了电话，然后快步离开了。紧接着，美丽跟着智贤去了修车铺，她意外发现智贤明天要去济州岛出差，美丽心里马上打起了小算盘。修车后，两个人骑着摩托出去兜了兜风，然后就像情侣一样去吃了路边摊。美丽还细心地帮智贤擦掉了嘴角的饭粒。她本来和明勋在公司约好的事，这时候已经全忘了。可怜的明勋在一旁不停地打着美丽的电话，没办法，他只能自己一个人到医院去陪伴他妈妈聊天。因为联系不上美丽，明勋实在是放心不下，最后还是开车到了美丽家楼下。但他看到了美丽和某个男人的背影一起离去，美丽也看到了远处的明勋，他慌乱地走向明勋。明勋问他为啥一整天都没接电话，美丽赶紧掏出了早就关机的手机，假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明勋似乎也感觉到美丽开始对他有点疏远了，他问得很沉重，是不是后悔认识了他？美丽反问的假装生气，难道明勋看不出他的真心吗？正当两人谈话僵持不下时，智贤又返回了。美丽害怕他们在这碰面，急忙上前吻了明勋，想借此遮挡视线，结果明勋下意识地躲开了。智贤离开后，美丽一脸茫然，她假装生气地说，没想到明勋变心这么快，然后就假装生气地走了。为了抓住财阀少爷的心，美丽提着行李千里迢迢地飞到了济州岛。面对男友的提问，她谎称心情不好，想出去散散心几天。明勋还以为是他昨晚的事情让他伤心了。同时，智贤也在济州岛上考察项目，美丽就这样故意在那儿和智贤偶遇。心爱的女神出现了，智贤心里也是暗暗高兴，他下定决心要珍惜这次和她独处的黄金时光。俩人就像是陷入热恋的甜蜜小情侣。智贤带美丽逛遍了济州岛的每个美丽角落。黄昏时分，智贤开始向她的女神倾诉自己童年的点点滴滴，美丽也被感动，对智贤说起了自己被妈妈遗弃的往事。那些痛苦的记忆让美丽不由自主的泪流满面。智贤看着心疼极了，赶紧把她搂进怀里，不断的安慰。夜晚他们回到酒店时，明勋却意外出现了。美丽打开门看到明勋那一刻简直吓坏了，她急忙拉着明勋说想让他陪自己出去散散心。明勋一直倾诉着对美丽的深切相思，美丽对明勋也表露出满满的爱意。但当他们紧紧拥抱时，美丽眼中却流露出一丝厌倦。把明勋哄得满意后，美丽目送他开车离开，转身却发现智贤就在身后。原来智贤父亲突发病危，他得立刻赶回去看望。美丽觉得这是展示自己的大好时机，计划给住院的智贤爸爸送去美食。她精心准备了自己拿手的美味佳肴，还特别带了总部长最爱的酱蟹。到医院还亲手为智贤父亲包蟹子。贤惠的美丽赢得了总部长的赞许。第二天正好是美丽的生日，智贤也早就准备好了惊喜，甚至叫上喜珠把他们的房间布置得漂漂亮亮的，想给美丽一个大大的惊喜。正巧下班的美丽碰到了明勋，她本想走开，却被明勋叫住了。没办法，只好跟着明勋离开了公司。明勋带她来到了一座教堂，推门一瞬，美丽被眼前的场景深深触动。因为一直以来命运多舛的她，从未得到过如此关心和爱护。看着这么用心的男人，美丽被感动得彻底。就在她掏出婚戒准备求婚时，美丽却没有一丝的喜悦，因为她要让自己的人生走向更高的地方，彻底摆脱掉以往暗无天日的穷苦人生。她就说现在还不是咱俩结婚的时候，说不到那个最好的时机。她不想听到同事们背后议论，也不想让明勋因她受人非议。明勋无奈只能放弃，然后他开车把美丽送回家了。在美丽要走时，明勋想要帮她找份新工作，这样他们的关系就不会受影响了。听到这个，美丽真是开心坏了，她撒娇似的扑进了明勋的怀里。但是她一回到家，就看到了让她气愤的一幕。美丽气得直瞪着那俩人。喜珠急忙解释说是个误会，但美丽就是不肯听。她毅然把智贤赶出了家门，并指责喜珠每天只会挂着一副虚伪的好人嘴脸，假面孔下却伤人不浅。不管喜珠怎么说，美丽就是不信。可能是美丽小时候的不幸，导致现在的美丽根本不会相信身边的任何人。第二天，智贤为了澄清误会，专门约了美丽出来。美丽虽然表示自己知道他们没事，但看到智贤和喜珠那么亲密，心里还是难受。智贤越发确定美丽对他有意思，他决定借机向美丽表白，问她愿不愿意做他一辈子的伴侣。美丽虽然内心超级高兴，但她还是控制着自己的喜悦，同意他们可以先试着交往看看。这时，明勋突然打电话来了，说是已经帮美丽找好了工作，让她马上去见一下对方。美丽高兴地赶到了那里，却又遇到了让她害怕的山武。美丽当场就惊呆了，然后山武给了美丽个眼色。美丽找借口去了洗手间，在那祈祷山武能放过她，但山武显然不打算就这么算了，还威胁美丽要钱。他们的对话被偶然路过的明勋听见了。
美丽慌乱的出来，看到了明勋，她尽量镇定的笑了笑，然后转身离开。山武也跟着出来了，这事让明勋挺纳闷的，他默默的把那人的长相记牢了。第二天，山武又来了，在大堂吵闹着，非要见美丽。明勋恰巧又碰上了，他带着山武进了办公室，严肃的追问美丽和他是什么关系。他想要从山武身上完全弄清楚对美丽的猜疑。同时，智贤正打算带美丽回家见父母，一直半穷的他这次决定要摊牌了。他直接叫来了自己的专车。美丽虽然早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但还是故意装出满脸疑惑的表情。半路上他装作生气的问智贤这是怎么回事。智贤赶紧向美丽坦诚一切，告诉他自己是 M 集团部长的儿子，也就是这次收购你们酒店的公司最高负责人。财阀二世的智贤今天决定带美丽去见父母。看着那豪宅，美丽心里挺紧张的。双方一见面，智贤父母才知道自己儿子挂念的就是美丽。会长对未来儿媳超满意。这边明勋还在问山武，他和美丽是什么关系？山武狡猾的没说实话，只说和美丽是因债务才认识，走时故意留给明勋一张名片。明勋忽感觉到对美丽的关心太少了，他对她的过往一知半解，联系不上美丽，只好去喜珠家等美丽回来。两人聊天，明勋向喜珠透露他和美丽的恋人关系，还说将来打算结婚生活在一起。喜珠听了吓了一跳，他知道美丽此刻正和智贤约会呢。看美丽迟迟不回，明勋站起身正要走，刚好在门口碰上回来的美丽。看着既熟悉又陌生的美丽，明勋心里五味杂陈。他自责这是因为自己没做好，可他的心里还是深深爱着美丽。他越想越觉得是因为自己平时不够关心美丽，才让他感到不安和害怕。美丽回家后，喜珠就开始责备他。喜珠问美丽怎么能同时欺骗两个人的心，告诉他这样玩弄感情是不会有真爱的。但那一刻的美丽根本不懂爱情到底是啥，因为一直以来生活的艰辛，爱情对她来说就是个遥不可及的奢望。她现在只想方设法让自己过上好日子，永远也不回头看以前的苦日子。此时此刻，明勋拿着山武留给他的名片，陷入了沉思。第二天，美丽同事告诉他，有个叫山武的找过他，还说他被明勋带到了办公室。美丽立刻慌了神，她怕自己的过去会被明勋知道，她急忙跑去明勋的办公室，发现明勋不在公司。原来明勋一大早就去找山武，还给了他一张支票，他要求山武以后别再出现在他和美丽的生活里。明勋想用这种方式让美丽摆脱过去，支票上的金额也让山武大吃一惊。晚上，明勋带美丽去海边，美丽赶紧向明勋坦白自己的过去，告诉他自己是被父母遗弃的孩子，只能靠借高利贷生活。她害怕明勋会嫌弃她，所以之前一直没敢说实话。明勋却深情地对美丽说，以后不会再让你伤心了，因为他决定不管美丽想要什么，他都会尽力满足，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美丽被明勋的真心感动得热泪盈眶，她万分感激明勋这样包容她。虽然她还没对他说全心里的话，但明勋对她的爱已经太深了。而第二天，明勋正打算向美丽求婚的时候，却不巧碰到了挑选戒指的智贤。两人偶然相遇，就坐下来聊了起来，聊起各自的女友，他们脸上都忍不住笑开了花。然后两位都开始酝酿着向女友求婚的浪漫计划。谁料想他们心仪的居然是同一位姑娘。与此同时，借着明勋的推荐，那个没怎么上过学的美丽竟然在大学里用建筑学家的身份成了老师。明勋这时候手里提着花，满心欢喜的去学校想向美丽求婚。可谁知道他一到教室，里面人影都没有。明勋给美丽打电话，美丽却说自己和同学出去吃饭了。就在明勋陪朋友喝酒消愁的时候，突然有个学生跑来交文件，正好被他碰见。明勋问他怎么没去聚餐，学生却说根本就没这回事。明勋心里一阵迷惑。此刻的美丽已经到了智贤精心布置的求婚现场，玫瑰花瓣铺路，烛光闪烁，照亮了整个场地。美丽一步步走向前，坐在花环和烛光围绕的椅子上。智贤用她温柔的歌声向美丽表白了她全部的爱意。美丽被感动得泪水连连，感受到了智贤满满的爱。智贤随即向美丽承诺，拿出了精心挑选的钻戒。在智贤的歌声和告白中，美丽接受了他的求婚。智贤轻轻地把戒指戴在美丽的手上。美丽回家后径直躲进了洗手间，照镜子看着自己，美丽心里百感交集。然后她缓缓走到了明勋家楼下，望着那间唯一亮着灯的房间，她想起了明勋之前对她的种种关心和照顾，两人在一起快乐的日子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。她的内心无比矛盾，她知道自己正在伤害一个应该感激的人。美丽忍不住落泪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明勋此时心如刀割，完全想不通美丽为什么要对他撒谎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每次约美丽都被他以工作忙为借口拒绝。直到有一天，明勋和智贤一起去工地视察，明勋终于又见到了那个让他心心相念的女人，但美丽无名指上的戒指却像把锋利的刀子割进了他的心。中午，明勋特地请领导吃饭，想趁机把女友美丽介绍给他。谁知道美丽没留情面，跟智贤一起去了那个饭局。三人的见面让明勋目瞪口呆，美丽的眼神也总是躲闪不定，而智贤还在那儿
毫无察觉地介绍他的女友。明勋心里虽然绝望，但面上并没有表现出来，只是一个人静静地吃着饭。美丽那会儿早已坐立不安。智贤又提起了明勋的女友，明勋正要回答，美丽紧张地把红酒杯打翻了。智贤匆匆去洗手间擦酒渍。这时候明勋终于忍不住问了，美丽和智贤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美丽坦诚一开始回国就认识智贤了，但说感情是最近才确定的，声称并不是故意要隐瞒，只是下决心晚了些。明勋也就明白了为什么美丽一直疏远他。接着美丽郑重其事的向明勋提出了分手。宴会结束，明勋一个人到江边，回忆着和美丽的幸福时光。他怎么也想不通美丽为何变心这么快。他最后约了美丽一面，问她为何这么绝情的离开。美丽也直言不讳，说她想追求的东西更多，而人们口中所说的爱情，在她看来爱情毫无价值。她甚至恳求明勋把她当成一个坏女人忘掉。明勋硬是忍着心里的痛，问她是否真的爱过自己。美丽还是直言不讳，说她心里从没真正爱过他。转身后美丽的眼泪还是流了下来。也许她心里曾经真的动过情，但她就是不能停下自己的脚步，对未来的渴望始终在心头，同时内心对明勋的歉疚也沉甸甸的。智贤开始大大方方在媒体前秀出和美丽的恩爱，他们还一起乘私人飞机四处游玩。情伤之下的明勋变得萎靡不振，断了和世界的所有联系，这让他的家人都很担心。为了不让老母亲操心，明勋开始重新投入工作。到了公司，他接待了一个日本客户。电梯里，客户偶然瞥见美丽拍摄的酒店广告，客户觉得在日本似乎见过她。明勋好奇地问客户是否认识美丽，客户掏出了一张夜总会的名片，上面竟是美丽的照片。明勋不敢相信那就是美丽，他去找山武求证真相。山武似乎早就预料到有这么一天，给了明勋一个地址，叫他自己去找出真相。尽管心里大致有了答案，但明勋心中还存着那一丝丝美好的幻想。带着这份复杂的心情，他坐上了去日本的飞机。他不愿相信风姿绰约的美丽会是那样的女子，非亲眼所见，他不会死心。而美丽还在无忧无虑的享受着和智贤的甜蜜，还抽空陪未来公公看歌剧。未来公公也真是慷慨，随手就送了美丽一份礼物，一条价值不菲的钻石项链。美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。接着会长又给了她一个惊喜，原来私底下会长已经定下了订婚日期。对于一直受尽屈辱的美丽来说，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，但想要闯入豪门可没那么简单。智贤的妈妈从一开始就觉得美丽是个野心勃勃的女人，何况她还是个没有背景的孤儿。得知会长已悄悄定下订婚典礼的时候，他赶紧指派助理去偷偷调查美丽的背景，要把美丽离开孤儿院以来的经历全部挖个底朝天。同时明勋独自一人抵达日本，经过一番波折，他终于找到了歌厅的地址，心中满是悲伤，难以置信地走出门外，却瞧见街上的海报随处可见美丽的照片。虽说明勋早有心理准备，但这突如其来的一击还是让他承受不住。他接着来到了东京大学，想要查清美丽究竟隐瞒了多少事，却被告知学籍里查无此人。明勋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沉浸在谎言里。与此同时，受害者之一的喜珠也接到了消息，因为美丽偷走的设计图被泄露，智贤公司的工程不得不暂停。喜珠忍无可忍，一回到家就给了美丽一记响亮的耳光。美丽愣在那里，满脸茫然。喜珠愤怒地指责他，造假学历已经够恶劣，没想到他还会得寸进尺，去偷自己的设计图纸。可美丽面对这一切却没有丝毫悔意，反倒是理直气壮地承认了自己的行为。喜珠警告他不去坦白自己的罪行的话，智贤集团的复兴工程将面临停工检查。为了保护智贤不受牵连，喜珠坦诚自己明日将向媒体公布真相。美丽的谎言已经铺得太远，如今已是无路可退，她无法面对失去目前这种生活，因为她已深深爱上了与智贤的日子。她哀求喜珠继续守口如瓶，否则她的一切都将付之东流。喜珠失望极了，猛地推开美丽，一个人跑了出去。她对这个虚伪自私的所谓闺蜜感到厌恶，但想到美丽那些不幸的童年时光，心中不免涌起一丝愧疚。毕竟两人在孤儿院的时光里，如果不是美丽替自己去了日本，也许美丽如果不是这样，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个田地。喜珠终于还是心软了，她告诉媒体说那设计图是她和美丽共同的作品。这么一来，抄袭的问题就不存在了。虽然问题算是解决了，但美丽的豪门梦想并不简单。财阀夫人派助理打听后发现，美丽在遇见智贤之前其实和明勋有过一段情，这让夫人对美丽更加反感。第二天，她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，智贤目前没有交往对象。她这么做不只是因为不看好美丽，更怕美丽嫁进门后会分走公司的股份。但智贤显然不会因为股份就放弃自己的爱情，他很快就带着美丽在媒体面前公开了两人的关系，要给心爱的人一个名分。而明勋从日本回来后，第一时间就取消了美丽的讲师资格，因为如果后续发现学历造假，问题可不只是职位会丢。他还取消了美丽作为酒店形象大使的所有宣传。尽管美丽无情地抛弃了他，但他仍不愿意看到他一步步走向深渊。
沉浸在豪门梦的美丽，很快就被财阀夫人叫去见面了。夫人直截了当地说她一开始就看穿了美丽是有目的的去接近智贤，她劝美丽最好自觉点，和智贤分手，因为她的出身和智贤在一起简直是笑话。美丽当然不会同意，她承认自己的家庭背景不高，但她和智贤的感情是真的，没有任何金钱的杂质。夫人却直接斥责说美丽不过是个孤儿，这话深深刺痛了美丽，让她感到万分委屈。但她知道这不是她的错，所以她坚决不会和智贤分手。但夫人接下来的话，美丽简直惊讶的说不出话来。夫人直截了当的揭露了美丽和明勋的秘密，他们之间有段没人知道的过往。美丽被这番话震惊到了极点，夫人最后严厉的警告了美丽，她劝美丽趁现在分手，这样结局至少不会太悲惨。美丽万没想到夫人会知道那么多，彻底被打听得一清二楚。她失魂落魄的回到了家，门口却遇见了久等的智贤。美丽假装难过的向智贤提起了夫人找她的事。美丽说她虽然很爱她，但感觉自己作为孤儿不配。看着美丽那么伤心，智贤开始对母亲心生怨气。智贤就去找继母，直接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对美丽。夫人说她从一开始就看不起美丽，认为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背景，美丽都配不上智贤。智贤的回答却让夫人哑口无言。她说继母第一次穿着酒店制服来到他们家时的穷酸样子，她至今记得清清楚楚。但夫人还没来得及提美丽和明勋的流言，智贤就轻蔑地离开了。此时的美丽看着母亲给自己留下的唯一项链，或许此刻她才想起了自己回国的初衷。如果当初母亲没有抛弃她，自己现在也不会在夫人哪里受到这样的羞辱了。智贤想帮美丽找到母亲，他马上安排人去查孤儿院的资料，终于知道了美丽母亲的名字金正顺。可惜他很早以前就注销了自己的身份。夫人独自去了银行，慢慢打开了多年未动的保险箱，拿出的证件上的名字就是金正顺，还有一张和小美丽的合照。他害怕智贤知道后会嫌弃他，他想着如何挽回这一切，却被通知首尔大学撤销了他的讲师职位。美丽不解地问学校为什么开除他，结果被告知这一切都是明勋背后操纵的。美丽气愤至极，径直去公司找明勋对峙。他质问他，既然已经结束了，还搞这些有什么意思？但美丽不知道，明勋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报复，而是在暗地里保护他。因为美丽的谎言若被揭穿，他可能得面对法律的制裁，所以他想在事情爆发前把一切重置到初始状态。而美丽还误以为明勋说的初始状态就是回到他身边，但明勋解释他没有那样的想法，只是希望他及时止损，否则受伤的人只会越来越多。美丽似乎也明白了，明勋知道的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多。他主动约智贤见面，不想让自己辛苦得来的一切白费。他巧妙地把话题引到了明勋身上，在公司以工作之名骚扰他。智贤听了立刻火冒三丈，随即去公司质问明勋是否属实。明勋明白这都是美丽故意为之，但他觉得应该由自己承担后果。即便如此，他在智贤面前依然没透露和美丽的关系。但这样深情的明勋却没能得到命运的青睐。明勋的母亲听说他们分手后非常担心，她不知情地去公司找美丽，希望美丽能给儿子再一次机会。面对老人真诚的请求，美丽不忍心继续欺骗，她坦白自己曾真心爱过明勋，可现在自己已经遇到了一个自己真心喜欢的人。母亲听了还想劝说，但美丽不愿再纠缠。明勋的母亲依然不死心地追出来。智贤恰好看到了这一幕，美丽匆匆离开后，不幸的是事故仍然发生了。明勋的母亲因心脏病发作倒地，智贤见状急忙将她送往医院，但最终没能救回老人。明勋很快接到了医生的噩耗，让这个一心一意的男人深感自责。虽然他对周围的人倾尽全力，但他仍然无法满足母亲的心愿。这一次，明勋的眼泪也止不住的滑落了。智贤在参加明勋妈妈的葬礼时，突然意识到，原来那位曾向美丽苦苦哀求的老人，竟然是明勋的亲生母亲。这让他不禁怀疑美丽是否刻意隐瞒了一些事情。而当他正要离开时，偶然遇到了前来吊唁的山武，这让智贤想起了当初美丽在街上被人追赶的情景，而追赶她的正是山武。究竟这三个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呢？美丽到底有什么事情在对我隐藏？山武给了智贤一个信封。第二天，智贤约了美丽出来，他还是希望美丽能亲口告诉他实情，所以他试图保持镇定，询问了美丽在日本的生活细节，但美丽依然是随便敷衍了几句，这让智贤对他感到非常失望。于是他决定找明勋好好谈谈，直接问起了明勋和美丽之间的实际关系。这次明勋很坦率地承认了他们的关系，甚至说他现在仍然深爱着美丽，这让智贤很是惊讶。他没想到明勋明知美丽是自己的未婚妻，竟还能当着他的面坦诚地说出这些话。但明勋说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没有必要隐瞒。明勋说他之所以爱上美丽，是因为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遇见了她。美丽的困境让他想起了自己当初的一贫如洗，在帮助美丽的日子里，他们形影不离，看着美丽慢慢变得更好，这让明勋心里充满了幸福。但他始终没对美丽表达过这些感受，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爱成为他的负担。听明勋这么真诚地表达对美丽的情感，智贤不禁感到了愧疚。
第二天，美丽来到公司，发现自己的海报被扔在了角落里。这时她才知道自己在公司的形象大使的职位已经没了。她气愤地走进办公室，质问明勋：真的有必要这样绝情吗？所有的事情都做得那么彻底。明勋现在不想跟她解释太多。美丽以为明勋是因为妈妈的事故意找她的麻烦，看到明勋不肯回答，美丽说她会把这事告诉志贤，但明勋说他已经跟志贤谈过，志贤也同意了。美丽听了直接震惊了，她不懂志贤为什么会这么对她。这时候她又听同事说了一件让她心慌的事，原来山武昨天又来公司找她，来追讨美丽在日本欠下的债。美丽急忙找到山武，跪下来求他放过自己。她说只要不在志贤面前揭穿他，她愿意做任何事。山武没想到美丽会这么在乎志贤，他说从他们在日本认识的第一天起，他就一直小心地在旁边保护他，即使是带他去酒吧做那些不体面的工作，他也没让客人真的玷污过他，因为他已经爱美丽差不多10年了。但美丽此刻不想听过去的事，她只希望山武能真的放过她。这时候一个小弟慌慌张张推门进来，说有人来闹事了。山武一出去看，走廊里站着几个高大的汉子，他们要山武跟他们去一趟。美丽看到是志贤的秘书，吓得赶紧躲起来。然后这几个人把山武带到一个空旷的大楼里。与此同时，美丽也跟着急匆匆赶过去。她给山武打电话，求他别把自己的丑事说出去，但一切都太晚了。他们的对话志贤全听见了。接着山武慢慢的给志贤讲了美丽在日本的往事，讲完还特地拿出一张美丽的名片放在他面前。志贤一看，心痛的像被刀割。他知道美丽一直在骗他，但他万万没想到美丽曾是那样的人。原来山武之所以这样做，也是因为美丽啊，他多希望你能快点回到他身边。山武一离开，志贤就在那儿待了好久。他不知道未来的日子该怎么面对美丽了。他那么爱的女人，竟然和他开了这么大的玩笑。美丽这几天都忐忑不安的，她想解释给志贤听，可电话始终打不通。为了得到志贤的原谅，美丽又去公司打听他的消息，结果听说志贤已经很久没来上班了，这让美丽心里更是一片迷茫。她看着手上志贤以前送的戒指，懊悔的不行。她真怕这段不容易的感情就这么没了。同时，一个老人坐飞机到了韩国，老人打电话一来，他们就约在了一家餐厅见面。男人跟财阀夫人说了一个震惊他的消息，原来有人一直在背后查他的行踪，也就是他以前注销的身份金正顺，以前在国外竟然是陪酒的，这让他心里难受极了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那么端庄的美丽竟有这样的过去。志贤后来又让助理去查美丽的背景，发现当年抛弃美丽的亲妈现在不想认她，因为美丽是她未婚先孕生的。她抛下美丽后，隐瞒过去，嫁给了有钱人。志贤急着想要更多的了解美丽的过去，希望能清楚的知道她的一切。美丽也不甘心，就这样和志贤的感情结束。她主动去医院，希望能讨好未来公公，结果被突然出现的财阀夫人看到了。夫人约美丽出来单独见面，她想让美丽放弃和志贤继续交往的念头。她直说愿意给美丽买车买房，甚至安排她去国外，说志贤其实只是贪图她的钱财。美丽这时也承认，她确实曾有过那样的想法，想用志贤过上好日子，但现在她真的爱上他了，所以她还是不想放弃和志贤的感情。没过多久，志贤终于出现去见了美丽，可这次见面没以前那么欢笑了。志贤来是想和美丽说分手，虽说他并不是特别介意美丽不光彩的过去，但他实在受不了美丽一次又一次的欺骗。如果美丽起初能坦诚相告，把过去说清楚，志贤绝不会因为他的历史而瞧不起他，毕竟他是真心喜欢美丽的。美丽只能对面默默流泪，她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。幸好志贤还是愿意等美丽，等她真的准备好面对自己的生活，不然他是不可能再接受美丽的心了。美丽接下来收到了警察局的信，原来有人揭露了她伪造学历的事。美丽立刻想到了明勋，她急忙去找明勋求助，但明勋说这是很难继续藏着掖着，他劝美丽最好是赶紧辞职，坦白自己的谎言。可美丽就是不愿意放弃，她祈求明勋继续帮她保守这个秘密。明勋断然拒绝了，并告诉她美丽现在已经违法了，若不赶紧处理，以后的后果可能会更严重。美丽心里不甘，她不敢想象事情暴露后志贤会怎么看她。美丽这么在乎志贤，她不知道自己在他心里会不会还有那么一点点位置。第二天，山武为了彻底让美丽归他所有，直接去了财阀夫人的办公室。他把美丽所有的往事都告诉了她。夫人看到美丽的照片，也是震惊的不行。她虽然梦想着赶走美丽，但没想到美丽是这样的人。山武也说了，他这次来韩国就是想把美丽带回日本。听了这些，夫人对美丽的嘲讽和羞辱不断。旁边的山武感到挺不爽，他警告夫人，如果敢欺负美丽，他愿意付出一切也要报复。财阀夫人哪里会想到，他口中讥讽的那个穷酸的美丽竟是自己亲生的女儿。之后在公司的宴会上，两人又碰头了。这回夫人真的是忍无可忍了。会议结束后，她把美丽单独带到房间里，二话不说就给了美丽一个响亮的耳光。美丽吓坏了，眼前这位本应是自己未来婆婆的人。她慌乱的跪下，
坦白了自己没有大学学位的事实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强调自己对智贤的爱绝对是真心的。他希望夫人能够理解并支持自己。夫人却掏出了一叠照片扔在美丽面前。美丽震惊地看着财阀夫人，不敢相信。她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的过去，最终还是被人挖了出来。夫人决定不再听她的任何解释，她警告美丽最好离智贤远点。美丽痛苦地蹲下，看着那些令人难看的照片，失声痛哭。而且夫人的逼迫态度也是出乎意料的坚决。她怎么也没想到，将来她会多么后悔今天对美丽所做的这一切。而智贤正在调查自己母亲的下落，无意中听到了金正顺这个名字。他回头一看，却目睹了这一幕。自称金正顺的女人竟是自己的继母。智贤彻底傻眼了，自己深爱的女人居然是继母的亲生女儿。他的心里完全无法接受这荒谬的现实。他追着线索找到了刚回国的老者，这位老人正是看着他长大的刘代理。智贤从老人那里得知了真相，原来美丽被母亲抛弃，竟然和自己有着莫大的关联。听完这些，智贤内心充满了悲伤。他急忙找到了自己的父亲，质问他老人家所说的是否属实。会长不再隐瞒，承认当年是为了保护智贤，所以才要求新妻不得再有孩子。会长说自己当时和夫人情感深厚，知道她已经怀孕了，但实在是别无选择，才选择了隐瞒真相。智贤却说他无法理解父亲的做法。当智贤向父亲揭露美丽的身世时，会长惊慌失措，手中的水杯也跟着飞了。而财阀夫人完全没想到，她天天嘲笑的陪酒女，竟是自己多年前心狠手辣抛弃的亲女儿。她当时只想嫁进豪门，享受那高高在上的生活，所以她狠下心来，把自己亲生的女儿给抛弃了，心里只有豪门梦，哪还有女儿的位置呢？年来，她连女儿的消息都没打听过一次，直到偶然看到女儿的照片，那些尘封的记忆才突然被唤醒。带着复杂的心情，她回到了当年的老家，仿佛看到女儿又站在自己面前，眼神里满是疑问，问她为什么现在才回来。那一刻，她再也忍不住，泪水就这么流了下来。第二天，智贤也来到了美丽童年的那个家，站在那里，她感到无比自责，想到美丽被母亲抛弃，而自己竟然是那背后的一个原因，她似乎能感同身受那时的美丽所承受的痛苦。后来，她找到了那位照顾过美丽的修女，希望修女能转告夫人，说美丽现在很想见她。夫人那边为了抹去那些痛心的回忆，她决定把所有身份证明和女儿的照片都交给刘代理去处理。刘代理很是感慨地问他真的就这么不想见女儿了吗？他还告诉夫人，修女传来消息，说美丽现在想见自己的妈妈。夫人听后心情激动得不得了，她觉得自己这20年对女儿的忽视，已经让她没有脸再去见女儿了。尽管下定决心不去见面，她终究还是去找了修女。夫人看着女儿当年写的信，心里疼得厉害。修女也一直在旁边劝她，说去见见自己的女儿吧。就在她犹豫不决的时候，美丽也根据智贤给的地址找到了这位修女，智贤也跟着赶了过来。最终他们3个人在这里见面了。看着渐渐走近的美丽，夫人激动的浑身都在颤抖。智贤让美丽去认出自己的亲妈，但美丽看着这位泪流满面的夫人，她觉得这一定是哪里搞错了。她不敢相信这世上怎么会有这妖巧的事。夫人自己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，她觉得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，然后就匆忙的离开了现场。美丽看着夫人慌乱的背影，这才慢慢意识到了事情的真相。她也接受不了那个一直对她刻薄的婆婆，竟然就是当年冷血的抛弃她的亲妈。智贤在旁边试图劝美丽，希望她能够原谅夫人，但美丽心里明白，面对那个20年都没管她，任她受尽苦难的母亲，她怎么可能轻易就原谅呢？此时，那个痛心的财阀夫人走到了江边，回忆起和女儿最后一次相见的情景。她本来是想认回女儿的，却被刘代理阻止了。要是那时候她能坚持一点，今天的结局或许就完全不同了。与此同时，新闻上又在报道美丽是个酒家女，还说她是财阀夫人的女儿。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夫人那里，并且还调查出舆论是因在酒店角落的照片引起的。这让夫人想起了当年用照片羞辱美丽的事，夫人太过激动，直接晕倒了。与此同时，美丽因为被指控伪造学历，被警察带去协助调查了。面对审问，美丽仍然坚称自己是东京大学的毕业生，幸亏明勋帮忙，美丽才被保释出来。美丽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山武又出现了。他走进屋里，拿起美丽的行李箱，想要带她离开这一切，因为他实在不忍心看美丽受这些苦。但美丽不想回到过去那种生活，她怒斥山武，如果没有遇到他，自己也许不会落得现在这个地步。山武听后很是愤怒，告诉他必须要面对现实。同时，明勋也向智贤递交了辞职信，他认为是自己的疏忽导致公司形象受损，他决定自己承担后果。晚上，明勋单独见了美丽，他警告她，如果警局联系他，千万不要承认是自己做的。美丽听了后感到相当复杂，她深深地被眼前这个爱她的男人打动，给她带来了一种她从未体验过的安全感，难以置信的安全感油然而生。第二天，明勋竟然自己去了检察厅，愿意为美丽承担所有的责任。这位深情的大叔为了保护他心爱的女人，不顾一切的到警局替美丽背了所有黑锅。公司和酒店也迅速成了众矢之的。
美丽在电视上看到那些报道后，不禁开始担忧。她回忆起和明勋一起的快乐时光，心里充满了愧疚。美丽也终于清醒过来，她不能让明勋因自己的错误去承受法律的责任。面对这样深爱自己的男人，美丽感到自己欠他的太多了。她决定去警局自首，承担自己所犯下的错误。与此同时，山武看到关于新闻报道美丽丑闻的时候，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。他随手抓起报纸，冲到公司找智贤，大声质问智贤：难道这就是他对美丽的爱？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人受伤，却什么也不做。然而智贤表示，他的爱并非如此，他只是希望美丽能接受应得的惩罚，因为这样他才能重新做回自己。但此时的山武已经顾不了那么多。正当美丽打包好行李准备自首的时候，山武急匆匆地来到了美丽的家。他担心美丽会因此坐牢，他不可能坐视不管。他不顾美丽的反抗，硬是将她拽到了车上。也许他的方式不对，但他用自己的方式在保护着他所爱的女人。当两人刚到码头，智贤急匆匆地赶上前来拦住他们。智贤猛地一拳打在山武脸上，两个都深爱着美丽的男人开始互相打斗，他们都想用自己的方式保护美丽。而此刻的美丽却从地上拿起一把镰刀，威胁山武不要再伤害智贤，否则他会自尽。谁知此时警车也赶到了现场，焦急万分的山武仍旧想带着美丽逃走，但美丽告诉他，她不打算和他一起走。自从遇到智贤之后，他才真切地懂得了爱和幸福是什么。就在他们三个人僵持的时候，美丽一不小心摔进了海里。智贤见状，二话不说，立刻跳海救了美丽上来。但因为美丽在水下时间太久，她的大脑陷入了昏迷。而那个愿意为美丽背负罪责的明勋，在警察的调查后，被正式以伪造学历的罪名逮捕。得知美丽落水的消息后，财阀夫人非常着急。会长说让她去医院看看美丽，但夫人觉得自己已经不配再去见女儿了。谁知美丽内心虽然还没法原谅妈妈的过去，但梦里却总是出现妈妈的身影。夫人回忆起自己对美丽所做的种种羞辱和嘲讽，懊悔不已，觉得自己当初真是太傻了。同时，山武也来医院探望了美丽，他轻轻拿出竹笛，对着昏迷中的美丽吹了起来。想起那天偶然看到美丽吹笛的样子，他就彻底爱上了这个命运多舛的女人。而现在的美丽却深陷对智贤的爱难以自拔，这让他不得不选择放手。他心里非常后悔当初在日本地铁上没有挽留住美丽，这让他们的人生从此没有交集。后来他把竹笛交给智贤，嘱咐他必须好好照顾美丽。过了不久，财阀夫人终于鼓起勇气来医院了。看着昏迷不醒的美丽，夫人忍不住流下了悔恨的泪水。她一边哭一边祈祷，希望美丽能赶紧醒来。想到女儿这些年的苦难，夫人的自责更加深重。在财阀夫人精心的照料下，美丽最后醒了过来。可是醒来的她还是不能接受自己的母亲。听到夫人叫她女儿，美丽愤怒地说她没资格这样叫她。夫人在美丽面前忏悔自己的错误，她恳求美丽试着去理解她，不敢奢望时光倒流。如果能回到过去，她想再选一次，但她最希望的就是美丽能原谅她。美丽也痛苦地吐露了这些年心里的委屈都说出来了，被妈妈抛弃，还被送到国外的孤儿院，不得不为了还爸爸的债，去酒吧做陪酒女。慢慢的，她都学会用谎言，让那些讨厌的男人高兴，每天靠喝酒拼命赚钱赎自己的时候，而她妈妈却在豪宅里过着富足的日子。这些对比让美丽一直没法原谅妈妈。等到美丽身体好些了，她就去了检察院自首。面对检察官的审问，美丽没逃避，把一切都说了出来。她帮明勋洗清了罪名，最后自己进了监狱。智贤去监狱看她时，美丽坦诚自己一开始是为了他的身份才接近他的，后来却真的爱上了他，想告诉他一切，却又怕被他瞧不起。智贤觉得美丽对他的不是真爱，可能只是对生活的渴望吧。美丽自己也挺迷茫的，也不确定什么是真爱。智贤在海边回想起和美丽的点点滴滴，那些回忆让他痛苦的落泪了。几年后，美丽刑满释放，他终于可以摆脱过去，为自己活一次。会长安排他和夫人一起去国外，让他体会到在母亲身边的温馨生活。但美丽没有去找妈妈，她留了封信给妈妈，信里说她不会跟妈妈一起走，但她已经原谅了妈妈的错。美丽想在国内开始新生活，她去福利院找到了好友喜珠。此刻，美丽终于能笑得那么满足。智贤也回国开了个儿童福利院，专门为那些失散父母的孩子提供无偿的帮助。明勋换了工作，又当回了他最爱的医生。喜珠也成了个有名的酒店设计师。智贤和美丽同时被一块懂得爱护自己的灯牌所吸引，他们心里都惦记着对方，可命运让他们又擦肩而过。也许经历过才明白爱是什么，总有那么一个人让你笑得最甜，也有那么一个人让你痛得最深。